美國不再是天下無敵啦。美國自己的 F-15現在飛到了伊朗上空，也被伊朗的这個防空系統打下來了。美國自己的特戰運輸機在機場還飛不起來，逼得只好自己把自己飛機給炸了。美國的黑鷹這個直升機也一樣被打到。你說美國再像當年說它可以如入無人之境哦，消滅它任何想要消滅的對手跟敵人，我認為打到現在為止，它的那個神話已經破滅了。就光打到現在，大家還有人會相信美國是天下無敵的嗎？在美軍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1個月內美軍損失慘重。今天會來關心到多款的美國戰機都因此被打下來墜毀哦。另外傷亡的數字最新來自於美國國防部的說法是來到了13死365傷。當然了，這個數字還在持續的上升當中。美軍原本自信的說可以壓制伊朗的雷達，但是在近期的幾起的攻擊當中，可以看到它的戰機都被精準的獵殺了。這一場戰爭正在持續全面失控。今天一起來關心中東戰火燒到現在，其實已經燒超過了1個月的時間。美伊的激烈交火下，我們看到美軍最新光是在3月份有多少架的戰機被這個跌落。我們來首先看到幾個重要的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在3月2號，這一次的一共是3架的 F-15戰機在科威特的上空遭到友軍，當時是遭到誤擊墜落，導致6名機組員他們只好彈射逃生。緊接着在3月12號，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機在伊拉克也墜毀了，6名機組人員是全數罹難的。再來是3月27號，美軍的 E-3的哨兵預警機在某個他們的中東的基地遭到伊朗攻擊之後摧毀。不過今天我們要來關心的是最新的這一起事故，是發生在3號的凌晨了。我們看到的是 F-15E 的飛機戰機，他們飛入到了伊朗的領空之後就被擊落了，2名飛行員他們緊急彈射逃生。而且呢，在緊急逃生之後呢，就美軍立刻是展開了最大膽的一次救援行動。川普在努力了非常久的時候，在5日在社群宣布我們接到人了，但是我們也稍微帶觀眾朋友回顧，其實在這一起的救援行動看起來真的是險象環生的。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 F-15E 墜落了之後，我們看到這一名飛行員他是獨自逃脫的。當時他的腳其實是受傷的，所以呢他沒有敢停留，趕快的一直往高處爬。後來他爬到了一座是7000英尺的山脊，他就擠入到了這個山脊的岩縫當中，然後隨即他就啟動了他的信標，要讓美方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裡。緊接着發出了間歇的訊號，他不敢長期開着，怕也會被敵方給知道他在哪裡哦。然後他就在這邊進行了等待。緊接着，美軍的救援就正式的開始了。美國是出動了數十架的戰機跟直升機，並且派遣了達到100名的特種兵與伊朗在當地直接跟民兵展開了交火。在這當中，2架的運輸機在運輸的過程，在整起的這個攻擊的過程當中，也因為故障而受困了幾個小時的時間。美軍是趕緊派了3架新的飛機繼續的執行任務，並且來自美軍的說法，他們就直接炸毀了當時故障的2架運輸機。但是來看到伊朗的說法，跟美軍是完全不一樣的。伊朗說呢，2架運輸機是由伊朗炸毀的，並不是美方自己去炸毀它的。伊朗說，他們擊落一共是2架的黑鷹直升機，還有2架的這個 C-130運輸機。為什麼這說法這麼不一樣？等一下我們會請專家來幫我們做還原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那麼現場的影像也顯示，伊朗的武裝人員他們密集開火，干擾低空的救援編隊。而從戰爭到現在，剛剛說了超過1個月的時間，最新來自於美國官方統計，造成13死365人受傷。美軍這一次派了上百名的特種部隊來執行這樣子的任務，只是為了救1名的飛行員，宛如衝出封鎖線這個電影哦。根據伊朗的說法，他們擊落了包括黑鷹直升機還有運輸機，但是根據美方的說法，是他們自己炸毀的運輸機。到底怎麼回事？美軍這一次的行動到底算不算成功？那麼這一批特種部隊被圍剿的話，那麼可能會造成的是特種部隊上百人都全軍覆沒。如果真的發生，川普承受得起嗎？艦長怎麼看？其實這一次的救援行動證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國擁有大
大部分的局部空優啊。那也就是說，之所以他們可以順利的救援，其實這占最重要的部分。那其實我們來看，其實這一次發生的地點呢，在伊斯法罕省。那伊斯法罕省其實已經到了中部這個位置啊。那這中部的位置，其實這一個它發生的地點，它是一個臨時的機場。那這個臨時的機場呢，如果我們來比對一下的話，它距離伊斯法罕的這一個核設施，其實大概就是50公里而已。那50公里都不到。那如果以50公里來講的話，那其實這一個機場未來是不是將成為美軍要到伊斯法罕來進行這一個濃縮鈾，那直接的把它撤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場。那至於說到底是誰去炸這個飛機的，我基本比較相信是美軍炸的。為什麼？因為基本上对於伊朗來講，他一定不想炸，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大家都可以多多少少做一些所謂的逆向工程，而且自己做不了，可以交給俄羅斯來做，所以他一定會想要把飛機留下來。但是对於美軍來講，其實美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條啊，叫做 Leave no one behind， 也就是不拋下任何人，那也就是無論生死都要把那個同袍都帶回去。那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一個部隊救援，也就是告訴他們每一個飛行員或者是每一個官兵，就是你如果說在戰場上遇到了什麼樣的狀況，美軍會盡一切的力量把你救回來。那這個是美軍他為什麼出動這麼大兵力的原因。而且如果我們從黑鷹計劃一直看到現在的話，美軍在撤離的時候，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破壞裝備，因為美軍派出去他能夠壓制這一個伊朗的所有的空中的一個無論是徵收或者是打擊行動的話，它有各種的徵收反制裝備，所以它一定要加以破壞。那破壞完畢之後，那它才會離開。那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而且包含了當年他們其實有 Desert One， 也就是在當時要撤出，就是科梅尼政权的時候，他們要撤出這個伊朗大使館的使馆人員的時候，結果那一次也不成功。那一次在伊朗中部的沙漠，其實也是發生了這一連串那個不順的，然後結果連人都救不回來的現象，他們也是把飛機破壞了。所以如果說以飛機破壞的這個部分的話，我是比較相信是美軍破壞的。那至於說這一個行動呢，成不成功，其實非常成功，但是它它有前提的，也就是不斷的在提到說，美國在伊朗其實是擁有空優的。那不然的話，我們一開始可以看到它的這一個HC-130帶着2架直升機還進行在伊朗上空進行空中加油。那其實進行空中加油是最危險的時候，也就是他們其實沒有反擊的能力。他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因為他堅信沒有那個地面可能的攻擊。所以我們說這一次的這個行動是成功的，但是這也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國其實他对於伊朗其實並沒有那麼對，尤其是對於他的地面部分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握，它尤其是它慢慢深入內陸之後，其實它會遇到的挑戰更多。好，這個是來自於美軍哦，他在這一場攻擊行動當中，整體看起來算是成功，但是也面臨到許多的挑戰。那這麼多的戰機，剛剛講嘛，許多型號都被打下來，不管是 F-15E 到 F-16到 A-10，甚至是預警機都出事，制空權是不是已經被伊朗給打穿？委員又怎麼看？对，我想很多这個朋友都在說，這一次是美國救援的這個勝利哦，這點我同意。但是當然也有很多人說，那這是不是代表伊朗的失敗哦？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結果哦，就是對伊朗來說，他如果真的抓到了這個美軍的這個當時跳傘的這個人員哦，那麼真的抓到了，變成俘虜了哦。那你說有人說這樣伊朗會手上多了一些談判的籌碼。可是我會認為說，反過來講哦，你會讓美軍有更大的正當性對你發動後續的攻擊。其實，在這一場這個美以伊的戰爭裡頭，為什麼美國跟以色列站不住腳？因為率先攻擊的不是伊朗，
伊朗沒有屠殺美國人，那伊朗是完全在被動的回應。所以如果今天這個伊朗真的把這位飛行員把他俘虜了，那麼美國恐怕就有更多的理由去發動各式各樣的打擊了。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讓人把這個被美國救走，對伊朗來說是一個最好的結果啊，因為在救他的過程當中，美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哦。就像剛才艦長講的，美國自己不得不親手炸毀掉自己的2架特戰運輸機啊。然後呢，從這個整個開戰到現在啊，不管美國的這個戰鬥機是被這個友軍打下來的啦，或者是自己失誤掉下來的啦，各式各樣的理由。但是不可以否認的是，它其實在某種程度來說，對美國的空軍或者是這個整體來講，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啊。它不是沒有戰損的，它是有戰損的，只是這個戰損不一定是伊朗把它打下來的哦，包含這2架，美國自己親手要把它炸了哦。那麼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就反映了2個現實哦。第一個現實就是美國不再是天下無敵啦。就是以前川普能夠把自己當作宇宙之王哦，就覺得說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國家他不能征服的哦，就美國只要輕鬆出手，馬上就可以這個拿下來了。可是，在這一場戰爭裡頭哦，我還不要講說這個戰爭最終的終局是什麼，就光打到現在，大家還有人會相信美國是天下無敵的嗎？美國的 F-15可以被友邦打了3架下來哦，美國自己的 F-15現在飛到了伊朗上空，也被伊朗的這個防空系統打下來了。美國自己的特戰運輸機在機场還飛不起來，逼得只好自己把自己飛機給炸了。然後美國的黑鷹這個直升機也一樣被打到啊，所以你說美國再像當年說它可以如入無人之境哦，消滅它任何想要消滅的對手跟敵人，我認為打到現在為止，它的那個神話已經破滅了。那麼第二個就是剛才這個艦長也提到說，美國真的掌握制空權了嗎？的確是。就是如果照傳統的說法來說，他掌握了，他殲滅了伊朗的空軍，他把這個防空陣地可能雷達都破壞掉了。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啊，伊朗還有地面部隊啊。就是有的時候這個何謂制空權，就是地面部隊可能用很簡單的軍事裝備就可以把你飛機打下來了，更不用講說你可能是黑鷹直升機這麼低的飛過來。那麼你用個肩射飛彈都有可能把它打下來哦。所以當美國沒有辦法全面的清除這個伊朗的地面部隊的時候，坦白講，你說美國要100%掌握制空權，恐怕有一點難。傳統的標準來說，他可以說他100%掌握了，但是現在哪怕只要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他的下一架飛機都有可能像 F-15一樣被打下來。好，這一次美軍的這個戰機多架被打下來，這個戰損也再度的驗證了這個美軍的制空神話被打破了。那同時間呢，也凸顯了伊朗他這一次在這一回合當中的新防空系統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特別伊朗自己說了，他說這個是由我們國家的年輕聰明的人們所打造的新防空系統。我們今天會來看到的是來自《紐約時報》的報道，他說伊朗所謂的新防空系統指的是包括了中程機動型的地對空防禦系統，也就是霍達德3的飛彈擊落了 F-15E。另外還有專家質疑伊朗可能還用了什麼呢？就是被動的紅外線的探測系統，追蹤鎖定美國的飛機，是這樣嗎？聶老師怎麼看 ？OK， 剛講到神話，其實這次神話破滅不只是制空權啊，我想種種這個所謂由美國發出的神話訊息都已經破滅。那麼我們講一下這個，當然在中東整個制空權啊，我們知道所有的空優都在美國的一方。從以前到現在，大家都還是認定是這樣，包括現在這個他們救援他們的這個飛行員一樣的，他們的制空權、他們的空優絕對是在非常的 top 很頂尖。可是你知道嗎？這個伊朗他知道他磨不出很亮麗的劍，但是呢，他最少要製出厚實而強韌的這個盾，然後呢可以折斷你的劍。他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他歷年以來就一直在淺的用智慧的去考量，他怎麼去製造將來只要制空權被破解之後，我們怎麼去反擊這個所謂的他們的空優的飛機。因此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導彈，他們其實我認為他們早就已經潛在，就是跟他們在做核彈這個核設施一樣的道理。那當然，你要做核彈，必須要飛彈必須要有2樣東西，一個是攻擊力夠強嘛，一個就是我覺得還是要精準度要夠。所以這次你剛剛講到的，他們的防空系統就是這一套所謂的被報道出來的這個 HODAT 叫赫達德3這一套的防空系統。那當配上它的這個紅外線的鎖定的技術各位你可以看到這次它真的讓這個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空優真的是這個神話被破滅。為什麼？這次大家可以看到從頭到尾當然之前有其他的無人機或飛彈的這個反擊，
包括這個我們講攻擊機也好，好像戰鬥機啊，不管是 F-15、F-18這個艦載機，或者甚至 F-35，然後再來就是加油機，甚至很貴的預警機都會被打到。而這次呢，卻能夠把 F 戰鬥機這麼靈活運用的戰鬥機打下來，我覺得跟這個赫達德3有關。那赫達德3是什麼樣一個這個飛彈呢？我必須聲明一下，它是一個中程的一個機動式的，我強調是機動式的一個防空導彈。它是一個在輪輛車子就有輪的車輛上的一個導彈。這個導彈可以讓它怎麼樣呢？能夠隨時機動。這是最主要的。那還有，而且還可以隨時隱匿，因為它可以隨時被發現的時候呢，開始變換這個部署，然後呢躲進這個山洞裡，然後再隨時出來，所以它可以做到隨時的轉移陣地，然後掩蔽，然後適時再反擊。我覺得它就是這個成功之處在這裡，所以就很容易的怎麼樣呢？就把這個美國的空優稍微擊破了。我覺得最後還要強調一個，就是我覺得這次伊朗所打的東西，不管它是地鼠的這個戰略方式，就是邊打邊造，或它馬拉松的做法，就是它由小放大、循序漸進，而且很厲害，就是預留了實力。它現在我覺得它還在預留實力。最近我看到一個消息，它準備用20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20億的美元石油哦，他們生產石油的國家要跟中國交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2種飛機 J14、第4代的以及第5代 J20，還有一個更重要，要買他們的紅旗飛彈、紅旗9。那這是中遠程的這個防空飛彈哦，它的這個命中或它的這個定位定準就更厲害了。所以我覺得它還在預留實力。如果你美國還要繼續來，我們還有更強而有力的實力。未來可能就真的把你的整個劍啊磨到全部都折斷，讓你將來可能再也沒有辦法去刺傷別人。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到的是這個伊朗啊，川普啊吃癟要撕開北約。我們今天也會來看到的是他怒嗆要退出，逼出歐洲自己上戰場。但是我們看到英法這些盟友他們並不吃這一套，西方體系全面的崩解嗎？今天一起來關心。好，趕快來看到現在呢，最新的說法是說，川普痛批北約，他認為北約根本就是紙老虎啊。所以呢，其實川普目前是有在考慮，是說要不要美國乾脆就退出北約好了。當然了，其他人就跟着附和了，是包括了赫格塞斯國防部長跟盧比歐都說呢，不排除退出北約，並且呢施壓歐洲這些盟國替荷姆茲海峽說，你們再不幫忙護航的話，我們美國就要退出北約了。那川普真的持續的痛批他的盟友，認為說這些歐洲國家是很無能的。他說了哪些呢？他諷刺英國的航空母艦就只是玩具而已，說英國你要油的話自己去搶吧，還說呢施凱爾啊真的是非常的懦弱。再來就是針對法國了，他說法國也是非常的沒有用，警告美國會記住這一切的。德國呢，他也嗆德國，烏克蘭戰爭也不是我們的戰爭，我們還不是照樣幫你。再來針對西班牙，他就說呢，我們接下來會採取對你的貿易措施作為回應，會考慮切斷我們彼此之間的雙邊貿易。他也罵韓國，說拒絕護航荷姆茲海峽，並且罵日本，說日本你應該要去護航的，並且強調你這邊有90%的石油都可是依賴荷姆茲海峽啊。針對格陵蘭的問題，他也這邊說了，加拿大他這邊也有非常多的這個口水啊。他說加拿大要讓他成為美國的第51州，我們可以看到他真的一直不斷的在得罪他的盟友。好，針對這些說法，我們看到說川普說要退出北約，是立刻有人反對了，他是共和黨的參院大佬。他是麥康奈，他結合了民主黨的參議員，2個人一起來對川普嗆蝦，聯合聲明嗆說，北約是一個史上最成功的軍事聯盟，怎麼可以退出呢？過去70多年來，一直都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的安全基石。華爾街日報也點出了，總統如果你要退出北約的話，法律上沒有這麼簡單的，需要2/3的參院同意才可能退出。這個才可能，或者是國會通過這個新的法案。賴老師怎麼看？他不斷的拿盟國做威脅，還有這烏克蘭的問題勒索，能不能奏效？當然不能奏效。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去見習過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它分成2部門，一個是軍事部門，一個政治部門。我那時候是在軍事部門見習，我們參加了歐洲的北約的一些軍事會議啊。我也在歐洲的國防會議啊去出席啊開會啊，
當時是以專家的身份啊進入歐洲的國防會議，跟他們討論整個國際的戰略局勢。我也在法國的國防高等研究院啊參加過他們的這個沙盤推演，打了2個多禮拜啊，那時候都在研究歐洲的戰場。美國怎麼可能會退出北約？不可能的。你看，川普叫了半天，赫格塞斯叫了半天，啊，盧比奧也叫了半天，可是你沒有發現沒有一個北約的國家出口說不要退啊，沒有一個國家挽留這代表什麼意思？不是他們啊不想美國留在北約，不是，美國在北約很重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整個軍事的部署結構跟營區，跟我們台灣的清泉崗是有點類似的。那也就是說，按照美規來建立的，啊，都是按照美規，跟歐洲的軍營不一樣。我到歐洲的國家，例如說到法國或是其他國家的軍營，跟到這個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的軍營所看到的是不一樣的結構啊，因為一個是按照美規建立起來的。這個軍營的方式跟他的這個辦公室跟沙盤推演作戰指揮室，一個是歐洲的這種傳統的以這個大石塊建立起來的，是完全不同的。好，那為什麼我會說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跟美國人說不要走，就是因為都知道他不會走，他在撒嬌，你知道嗎？他在撒嬌，說我要走。我要走哦，然後你們留下我呀，留我，今天沒有人留他。那但是他到最後會不會走？不會。我為什麼會很大膽的跟各位報告？第一個就是，如果美國真的退出北約的話，那美國在歐洲的這些所可以使用的軍事基地以後都要付費哦，包括在德國的軍事基地，還有意大利的、土耳其的、波蘭的，還有波羅的海的這些。所有的軍事基地，它全部都要撤走，這第一個。那它未來能不能使用，要經過當事國的同意。你要經過當事國的同意，一個外交要協調，要折衝；第二個，人家會說我的風險在哪裡，然後你要給我錢啊。還有第二個呢，就是您不要忘了，他這段時間一直以威脅要撤出北約的方法，逼迫歐洲的國家把他的防衛預算增加到3.5%到5%。那增加這麼多的國防預算的目的在哪裡？就是因為你必須要向我買武器，所以它是他的武器。所以你會發現歐洲的很多的國家，尤其是小國，他們用的武器都是美規的武器，不是歐洲的武器。歐洲的大國像法國，他就用自己的武器。可是問題就在於，如果美國撤出的話，那歐洲的歐盟就會說，我們的軍事組織我們建立起來，我們就按照現有的規模，我們建立起我們自己歐洲的軍事組織，然後我們以歐洲優先。那你買武器裝備都要買我歐洲的。那美國跟歐洲的武器裝備一旦斷了以後，後面的假設歐洲的國家開始買的都是這個法國的、德國的坦克、法國的戰機法國的戰艦、法國的潛艦。那他們跟美國的切斷的話，美國的後勤補給慢慢的就沒有了嘛。美國少了歐洲這麼大的一個軍火工業市場，那很慘了。最後一個就是你的軍人不在歐洲的時候，你的影響力衰弱的時候，你的商品貿易貨物、好萊塢的電影都沒有人看了，你損失才慘呢。美國人會走才怪，我敢保證，美國人不用任何人留，他說我還是要留下來絕對不會有人出來挽留，他還是會說我不走了。所以歐洲似乎早就已經知道是說美國他不可能要退出，不可能會退出北約的，因為這個對於美國來說要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那確實。這個時候呢，歐洲國家就出來嗆聲了。那出來嗆聲的就2個國家，一個就是英國，施凱爾說任何雜音不影響我們的決策，他其實就是暗諷川普啦。那然後再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了，暗諷川普說只會不知道又突然間何時又傷害盟友，是難以預測的。現在其實歐洲內部確實也在考慮是否去美化，來討論自主的防衛能力，但是歐洲。如果真的沒有美國的話，他們也準備好所謂沒有美國的北約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我們先講美國為什麼要參加北約。你看，美國一邊是面臨的大西洋，一邊是面臨的太平洋，所以他不希望戰火燒到他自己的本土。所以在這個在大西洋這邊來講，歐洲這邊主要的威脅來自於當時的蘇聯，所以他參加北約就是防止蘇聯如果說是控領整個歐洲來講的話，戰火即將就會燒到他的大西洋這一岸，
那另外大家注意到，其實，在太平洋這邊來講的話，他也一直在扶持他的小弟日本，就是希望說是把中國擋在這邊，那把日本當做他的日本跟韓國當做他的這種在太平洋這一線的防衛力量。所以美國之所以會參加北約，是因為當年的蘇聯不要讓戰火燒到他本土，但是美國在北約也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到現在北約的軍費大概有70%是美國出的所以包括到真的歐洲的國家，包括德國、這個法國、這個英國等等這些國家確實是這個軍費負擔的很少。所以川普以他商人個性，他當然不服氣啊，對不對？大家是盟國，為什麼我付70%，你們只付30%，而且你們都在賺錢？你知道這個？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說德國萊茵公司它是出產它的這種豹式戰車，很有名吧？支援烏克蘭戰爭，但是它的豹式戰車，你知道德國只有幾輛嗎？200輛。這200輛是什麼一個概念呢？就是在俄烏戰場上面連塞牙縫都不夠，光打掉的就上千輛戰車。那你德國200輛，你怎麼去應付？如果說一旦真的俄羅斯對你這個歐洲的本土發動攻勢來講的話，你德國、法國根本就擋不住俄羅斯的攻勢，所以他們必須要靠美國。所以因此，這個川普在那邊講說，這個你們要提升你們的這種國防預算經費到 GDP 的5%以上。但是第一個反對的就是西班牙。其他國家也都是虚與委蛇。那你說德國跟法國這些国家，他們有這麼大一個軍工產業，他們在幹嘛？他們在賣軍火，他們不是賣的是自己國防用，他們是拿來賣軍火。其實歐洲北約裡面這個武力最強的反而是哪個國家呢？是波蘭因為他們面對第一線，可能面對俄羅斯的攻擊，所以他們反而來講軍備比較強。那你看越後面這個西歐這邊國家，它反而沒有那種威脅。所以如果說這個那北約其實在這個要不是這場俄烏戰爭這個法國馬克宏自己也親口講過嘛，這北約已經老死了已經變成植物人了。那還好有一場俄烏戰爭北約才開始又復活起來。所以我覺得這個川普以川普個性來講的話，我認為他確實是有這種想法他覺得說你們這些盟國都在占我便宜，那現在打仗了，就你們也不幫我打，就讓我自己一個人在前面這邊，然後這個去面對這個打通荷姆茲海峽，你們在後面坐享其成所以他就講這句話嘛，要油的話你們自己去搶，對，最難的部分我打完了，剩下你們自己搶。那你們如果不敢去的話，那你來跟我美國買，他最後還是要做生意，還是要賺錢。是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國呢，非常的不滿北約，覺得北約一直在吃他豆腐。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目前有人站對美國的唯一國家，當然就是以色列了。那以色列最新呢，他已經說要全面終止和法國的國防協議，看起來就是要站對美國啦。因為對於這個英法不幫忙美國打伊朗這件事情，他感到非常的不滿。美國現在是不是在自己瓦解他的同盟的體系？全球格局接下來如何重組？那康哥又怎麼看？簡單第一個法國的話不用聽法國馬克宏快下台了，6月要選舉了法國還有的亂了，所以法國就先擺一邊我們來談一些比較新的一個事10天前，韓國突然間慌了，為什麼呢？目前保護首爾的那一套叫薩德系統那薩德系統呢，因為那個是美國的，美國說我就放着給你用。結果呢？美國說現在中東很需要，那我們現在很急，所以就把薩德系統給拿走了。拿走之後，李在明呢連挨都不敢挨，那為什麼呢？你也沒挨的義務嘛，那也不是你買的，那人家捐給你的嘛，就搬走了7天前，歐盟有一批已經撥款的錢跟美國，那美國那個錢呢，那個軍武呢是要到俄烏戰場去的。結果呢，美國說現在中東很需要武器，那真的很需要武器據說單現在愛國者飛彈已經打掉1000枚了。1年只能夠做600枚現在已經打掉1000枚了，所以就把歐盟的武器又搬過去。所以現在呢，全世界各位都在看中東可是這時候看中東的時候，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因為剛才2位包括將軍、包括老師都在談川普頭腦在想什麼？各位，川普是一個自我利我主義者，所以川普學派的部分的話，他們談論到了一個就叫做川普主義。那川普主義就是什麼呢？就是我不跟你做朋友，我們中間只有利益。那利益當中呢，我們就要來選。你對我好，我就會對你好你對我不好的話呢，我一定會狠狠的還回去。所以各位，我們今天早上特別在星期四早上，你就看那個川普的演講。川普的演講我大概看了5分鐘，我大概全部他講什麼，我大概就猜完了美國軍人好厲害，這場戰爭我們會贏。美國科技超棒棒，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經濟沒問題，不會有通膨。再來的話呢，我們會在未來取得勝利。結果後面他講的那些話讓全世界動盪嘛。他說未來的2到3個禮拜會給伊朗地獄般的一個攻擊。所以這段話的話，後面台股後來就大跌了600多點嘛哈。但我們現在要討論一件事情哦，過去歐洲很重要，現在其實歐洲也重要了。如果我們把經濟體一個一個拉出來的話，美國現在是最大經濟體嘛，第2大單一經濟體的話，各位是歐盟。那第3大單一經濟體呢？現在中國跟印度都在搶，兩個人都說它是第3大或第4大，那沒關係啦，反正兩國就調來調去哦。但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哦，在過去1980年代的時候，那個時候最大的敵人叫蘇聯，各位還叫蘇聯哦，不是俄羅斯哦，是蘇聯。那個時候雷根的策略就是跟柴契爾夫人，這個隨便你們怎麼翻譯都可以哦，結盟。所以那時候美國跟英國的關係非常非常好。可是現在呢，目前來看的話，俄羅斯以現在全世界以經濟體來說的話，各位它連前10都排不上。但當然軍事它有一定的一個實力哦，所以這邊可以先放下。所以它目前未来的目標，各位主戰場在哪邊呢？可能是在西太平洋。那西太平洋的部分的話，我們這次從川普跟高市早苗這次到美國去的一個會議當中，我們就可以判讀未來的川習會中國的採購金額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貿易額。那為什麼呢？高市早苗這次到美國去之後，單採購額買了762億美元的各式商品，這當中還不包括核子的電力跟科技合作系統哦。目前的 SMR 就是小型的模組化的核子反應爐，這個未來的一個發電模式，他們說他們未來還要提300億到400億美金的一個合作案哦。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呢，主結構架構從過去的歐盟的一個架構是往整個西太平洋在前進的，這是第一塊。但我們要跟各位談論到，就是說目前以美國來說的話，正在主動瓦解自己的同盟關係嗎？對，為什麼是對的呢？我們來說哈，現在連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懵了。過去是誰提起所謂的美加墨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美國那時候可以從這2個地方取得更多的人力，取得更多的資源，取得更多的零件。就現在呢，川普上來了，第一件事情桌子一翻，說翻就翻啊，一的賓德啊。那賓德現在後面該要怎麼辦呢？這個我們就邊走邊看哦。但後面我跟各位說，這個有解方，你知道怎麼解嗎？因為很簡單，川普他已經是第2任了。川普現在已經做超過1年半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未來的2年半先忍過去。但後面美國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這2天大家在討論的，美國現在的國債已經來到了35兆，接近36兆了。單那個利息成本都會壓死它，所以美國現在很簡單，吃這個也養，吃那個也養。可是現在就要先解決中東的問題，所以同盟的問題就先不想了，中東問題先解決完，後面同盟的問題一步一步的再來想。5月的川習會之前，中東問題能不能夠解決，就看中國能夠丟出多少的誘因來了。持續關心伊朗又在發動新一波攻擊了，這一次是第77輪真實承諾的攻擊，打臉川普說雙方已經在和談了。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來關心伊朗的戰力，尤其現在有了衛星技術的加持，它的飛彈的射程可以高達了4000公里，是遠遠超過原本大家所看到、所預期的一個距離。誰現在挺美國跟以色列，就等着吃飛彈。這是來自於伊朗的最新攻勢。好，我們趕快來看到最新消息。川普不是說雙方已經在好好的談了，有這個即將要和談了嗎？結果呢，伊朗是立刻的打臉，而且呢，在軍事上面立刻祭出超強的一個報復反擊。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真實承諾第4的77輪攻擊哦。那麼我們來看到，它發射了包括了飛彈、無人機，攻擊以色列多個城市之外，還包括了科威特、沙烏地等地的軍事基地。在昨天，還有一架美國的戰機又被打下來，在科威特。另外呢，伊朗更是嗆聲會無情的拆穿川普的心理戰。我們來看到，川普不是說了嗎？這5天之內他都不會進行攻擊，轟炸伊朗的能源設施，要暫時停止攻擊嗎？結果，美國跟以色列是立刻在軍事上又對伊朗的能源設施2處又發動攻擊，這說話出爾反爾嗎？接下來我們看到伊朗又立刻在攻擊進行了第78輪的攻擊，並且伊朗為了不要讓這個掌握權放在美國的手中，他也提出了6項的停戰條件。我們來看到，包括了要求美國關閉中東的美軍基地，結束所有地區戰爭的
的戰線哦，還包括美以保證對伊朗不能夠再發動戰爭了。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美國跟伊朗到底現在誰比較急着來做和談、來做談判？大使怎麼看？當然是川普比較急着，因為油價一漲起來的話，那伊朗就怎麼講？伊朗就站在勝利面了，全世界都不會去找伊朗談判，全世界都要把錢送到伊朗那邊。現在已經好像在外面傳言，就是說過一艘船給200萬美金的，很多國家也很願意。對，那壓力會到哪裡？會到美國，會到跟川普講說，比如說啦，這些海灣國家，他說你要保護我們，結果呢，你保護到現在，搞得我們油也賣不出去。現在啊，伊朗過去也沒攻擊我們，我們跟他關係還在改善當中。現在伊朗跑來打我們，對，是你惹的。他打不到你打我們，那現在請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你不要再去攻擊他这個攻擊這個了。你被以色列給你被內塔尼亞胡耍了啦。你美國你也得不到好處，你把石油搞到140塊、150塊一桶的話，你川普也混不下去，對不對？反正我們這些海灣國家，我們國家有2筆賬，一個叫皇室基金，一個叫政府基金。我皇室基金就是不會有問題啦，我養2萬個王子，2萬個太子，對，王子一大堆，我們都很有錢，對，所以你們美國不要再鬧了，哎，所以他們不會去找伊朗，也不會去打伊朗，基本上都是找川普。那不要說這些，川普也不太在乎什麼海灣國家了，可是問題，你現在你把油搞到120塊的話，你還要不要選啊？美國加州的油1加侖已經到6塊8了。川普前2天，上個禮拜來說，現在油1加侖1塊8，我還問了一個住美國，他說1塊8，那30年前吧。川普是不是住在美國啊？對不對？所以川普事實上話，他事實上他最在乎的，我跟你講啊，那還是他國內的情勢。所以川普當然希望把這個事情啊，解決啦，因為現在美國的輿論，美國尤其這些精英層的專家學者啊，基本上現在大家有個共識，也不是共識，不講的人心裡也這麼想說，川普被內塔尼亞胡給玩慘了，對不對？完全是內塔尼亞胡把他怎麼蒙了，他進去打這場戰爭，對美國一點好處都沒有。那現在川普的問題就找不到一個出口，他進了那個局裡面，他現在出不來。所以人家都在幫他想怎麼出來，那我覺得川普基本上就是說也在想怎麼出來了。可是說實話，叫川普這種人，像我們這種一般人啊，總是有一點羞恥心嘛，對不對？皮沒那麼厚，川普的皮是比城牆還厚的。我跟你講，他說出來就出來了。我跟你講，那他現在還是繼續唬，那問題就變成伊朗現在。這個國家不是省油的燈，你可以看出來打這20幾天的仗，伊朗的策略跟他的實力已經擺在這裡了。我跟你美國跟以色列對幹到現在，我也沒有被打得很慘，對不對？那軍事跟外交2個配合得非常好啊。那所以伊朗最近是什麼？他已經從等比反擊，現在伊朗說我現在不玩這個了，我現在玩主動攻擊。反而施壓，他知道川普動搖了，所以他就只給你來一個叫兵不厭詐。兵打仗的時候，勝負有的時候是強在心理上的，那個心理戰啊，真的佔非常大的比重。好，我們看到現在伊朗的策略就是主動攻擊哦。那確實，伊朗這邊也說，他現在正式宣告轉守為攻。那轉守為攻有哪一些方法，也有哪一些武器，我們也要一次來做統整。尤其是來自於大陸的媒體哦，《環球時報》做透露說，伊朗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手段給美國跟以色列所謂的驚喜哦。那我們先看到2款武器，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特別看到，就是第一個，最新的飛彈攻擊可以打到美國跟英國聯合基地這邊，距離是達到了4000公里的一個射程哦，等於徹底的突破戰爭地域的限制。這是第一款武器。第2款武器，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這個阿拉什2
的這個無人機，最新型的無人機，攻擊範圍高達了2000公里，雷達難以偵測，造價低，量產快，可對周邊國家美軍基地、能源、民生設施發動飽和攻擊。另外，我們也看到伊朗它现在也透過這個衛星火箭技術來改造它的飛彈，所以射程真的看起來是越來越遠了。伊朗有辦法轉守為攻嗎？幹哥怎麼做評估？好，我跟你講這個哈，就像大使剛剛講的，現在是等於是伊朗現在是初級。為什麼？因為這個新聞坦白講一句，是隔了這麼多天才被證實的，而且美軍一直不願意證實。迪耶戈加西亞這個基地，我曾經說過，它孤懸在印度洋外，它是離文明世界最遠的一個島。這個島的身世非常坎坷，我大概簡單講一下。他大概是在西元1500年的時候是葡萄牙人，他就叫迪耶戈加西亞，是探險家。他占了這個島之後，到了西元1800年的時候被英國人占了。英國人一占下來之後，就把上面的查高斯人啊，把他通通趕走，趕去哪裡？你知道？趕到摩里西斯。摩里西斯在哪裡？遠在非洲的東方，但是這個海域，摩里西斯就一直認為他們有主權吶。到了1960年，美國人來了，美國人說把這個島上的原住民啊，但不能殺，對不對？全部給我趕到非洲去。然後你知道用什麼手段嗎？把他們的狗給殺了。你知道因為查戈斯人他們很愛狗，因為狗是他們的寵物，也是幫他們看家的。把狗都殺了，你對這個島就沒有任何眷戀了。然後你們不能帶任何財產，就把人通通趕跑了。趕跑了以後，這個地方我們就要當做英美聯合基地，在印度洋上。印度洋上這麼大一片洋，只有這個地方可以擺 B-52轟炸機。這個島的由來就是這樣，從1960年代一直到現在。那這個島在20號的清晨，竟然被伊朗發射的2枚飛彈，雖然沒有擊中，可是美軍已經嚇出一身冷汗了。其中1枚偏離目標，另外1枚被美軍在附近的驅逐艦的標準3型飛彈攔截下來。是什麼飛彈啊？嚇死人！它叫蘇馬飛彈。可是美國的資料裡面，它也沒有射程。你知道直線距離從伊朗打到這邊來多久？多遠？3800公里，你哪裡打得到？為什麼？因為最高領導人哈米尼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講，我們只要發展到具有2000公里射程的飛彈就好了。結果他現在死了，伊朗馬上具有4000公里射程的飛彈，不然你怎麼打得到？因為神盾系統不會騙人，他一看這個一看就知道，這個沒有人能夠打到這邊來，從方向判斷就知道，從伊朗境內發射的，打得到我們島上了。我們這個島是從來沒有人能夠打的，代表什麼？代表伊朗的技術已經進步了。有2種揣測，一種就是他們直接從發射衛星的火箭改過來的，但是這樣改過來的飛彈精準度很差。那但是他們怎麼得到精準度的？想一想，2個朋友，一個叫俄羅斯，一個叫中國，不然他怎麼打得到？洲際彈道飛彈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準度，不然的話，你要是打到这個，如果說這個預定的目標的500公尺、1000公尺之外，你就是打一個大洞而已，你根本打不到目標。他怎麼打得到目標？美國現在很緊張 ，CIA 現在完全在去找，為什麼伊朗飛彈這個蘇馬飛彈本來資料上面只有3000公里，現在打到了，打到我們這是驅逐艦把它攔下來，接下來呢？接下來還會不會有更多東西？我保證你有更多東西，更多飛彈。就像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本古里昂機場，它被那個另外一種還有一個迪莫納是以色列的核中心，它被阿拉什2型給打中了。阿拉什2型竟然可以飛2000公里，雖然它只是無人機，它也沒有什麼精確度，可是以色列竟然有180個人受傷所以你知道下一階段，你知道伊朗它還有什麼神秘利器嗎？你不知道，而且我可以坦白跟你講，它的韌性很強。英美聯軍你可能會等着會受到更大的災難。好，我們現在看到來自於伊朗的威脅，看起來是已經越來越大了。那其實我們本來看到這些波斯灣國家是悄悄的不作聲，怕受到影響，受到
波及。但是最新呢，我們看到他們的態度上面也開始出现变得比較強硬了，傳出說可能加入對伊朗的戰爭會擴大成整個中東地區的波斯灣、海灣這邊的戰爭嗎？像這個怎麼看？我覺得幾乎不可能哈。為什麼這樣講？就是說現在基本上是以色列跟伊朗的戰爭，美國加入在這裡頭，穆斯林國家彼此互相打，在過去中東歷史就只有伊朗跟伊拉克當時是為了國土的領土的部分的問題，所以才打起來。此外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有打過，但時間都比較短，那是為了一些資源。因為在所謂穆斯林的教義裡頭，有一種叫做兄弟之間不義的互殘，它就這個東西是很嚴謹的哈，所以除非是要到很大國家領域，所以你看現在伊朗在所有在打這些波灣國家當中，他談到的東西都是打你這邊的美軍基地。他這樣強調，雖然他有打到別的，可他會強調只有美軍基地或者大樓裡頭有藏着美軍在這裡這個大樓裡頭，所以這種形式上當然也要顧及。另外，現實上必須大家要盤點一下哦。伊朗公正來講，其實他在美國制裁那麼久的情況下，他是全世界145個國家當中排名他的軍事能力是第16個，他有60多萬的部隊，而且它最厲害的部分，它有所有我們現在最近看到的導彈也好，無人機也好，各式各樣的武器也好，是它自己都能夠生產的。但波灣國家現在波灣國家武力最厲害的就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來講，它是排名第25，但它全部的人口，就是它的軍力當中23萬人，而且這23萬人最厲害的陸軍當中，其實7萬多人，空軍2萬多人，它還有10萬人要保護它的皇室哦，它可不是輕易出來打仗的。我們看其他的部分國家，阿聯酋是第2厲害的，大概也就6萬多人而已。那麼巴林啊、卡達，包括我們剛才講科威特跟阿曼來講，都在1萬、2萬、3萬、4萬。我們就說現在把波灣國家全部加起來的軍力都沒有伊朗的60多萬人多，而且我們剛剛講波灣國家因為很有錢，所以大家武器都自己買的，而且買的基本上雖然美國、俄羅斯、中国也買一點，他們都沒有生產自己的武器的能力。所以最近沙烏地阿拉伯不是說他要買那個巴基斯坦的飛機嗎？而且就不能就要做生產線。這其實是沙烏地阿拉伯算是第一次引入自己要來做生產，因為感覺起來好像是確實有點不安了，因為太有錢就買，所以你怎麼跟伊朗比？伊朗現在都在生產，所以為什麼大家放狠話？所以你兄弟之邦，你還打我，打成這樣的地步，還打我的這些石油設施之類的，太過不去了。我無論在外交當中也要放點狠話，但就軍力當中互比，真的波灣國家實際全部加起來，坦白講也沒有伊朗多，所以波灣國家現在的表態是說，他們要加入這場戰爭，是要加入跟美國在一起。那這個東西的拿捏也都是在暗示上當中拿捏。你說真正的開戰嗎？我覺得其實大家不會想不開。